这个书包不得了，男人每天对他顶礼膜拜。因为每到12点，这个书包就会凭空出现，里面装着的钞票、iPad、耳机多到可以开场。羡慕吗？先别急，除非你也想跟这个男人一样，在封闭的楼道里生活35年。故事是这样的，这是一对小偷兄弟，哥哥刚得手，准备庆祝，结果警察发现了他们的据点，破门而入。兄弟俩心理素质不错，看警察是单身，就把他揍了一顿，然后溜之大吉。可是人家手里有枪啊，还没跑多远，哥哥的腿就被赶来的警察击中了，瞬间丧失战斗力。弟弟想反抗，但有心无力，最后两人只能束手就擒。警察心眼也不坏，打算先送哥哥去医院。就在他们下楼时，楼上突然传来了爆炸声。但他们来不及多管闲事，因为1楼的门被锁了，警察使出浑身力气也推不开。没办法，他只能把兄弟俩留在原地，另寻出路。这时他发现这栋楼很诡异，9楼的上面是1楼。等他一口气走完，又回到了起点，和兄弟俩六目相对，来来回回跑了好几次，累得大汗淋漓。警察懵了，兄弟俩也懵了。他掏出口袋里的钥匙往楼下一扔，过了几秒，钥匙却从楼上掉了下来。这下3个人都沉默了，他们终于确信这个楼道在循环。幸好楼道里有一台自动贩售机，里面的矿泉水和零食可以无限填充。他们虽然出不去，但也饿不死，一切可以从长计议。邪门的事远不止这一件。另一边，一辆红色轿车行驶在公路上，车上坐着一个重组家庭，气氛很微妙。途经加油站，大家停车上厕所。由于胖哥是继父，家庭地位还不稳，他看到妹妹独自一人，就把手上的果汁给她喝，想拉拢她。结果里面有柠檬，引发了妹妹的哮喘。妻子勃然大怒，好心办坏事，胖哥冤枉啊！他越帮越忙，又失手打碎了哮喘药。而哥哥小帅出门的时候也忘了带备用药，这还了得？于是大家都不玩了，立马掉头回家拿药。可是才开没几步，他们就听到了爆炸声。之后悲剧又重演了，这条公路也陷入了无限循环，不管怎么开都会经过熟悉的加油站和路牌。妻子崩溃了，自己开车乱窜。胖哥不信邪，徒步往草原走去。可是不管走了多久，最后还是会回到公路上。而小帅抱着妹妹走了一路，眼瞅着她快不行了，但一点办法也没有。他们真的再也回不了家了。假如现在给你1000万，但代价是你必须在楼道里生活35年，你愿意吗？这个男人虽然不愿意，但他没有放弃生的希望。每天他都会照着墙上的字迹说话，保持语言功能不退化，又在楼梯上来回跑步，不让身材走样。最绝的是，他运动完还要洗澡，浴室是用空塑料瓶搭的，花洒就是矿泉水。虽然没有吹风机，但是有用牙刷拼成的梳子，梳完头还不忘照镜子。哦，这个镜子是用指甲刀铺成的，真的机智，不服不行。他就是小偷弟弟。35年前，哥哥因枪伤去世，临死前对他说他听了哥哥的话，努力活出了人样，但也有反面例子。警察就因失手杀人陷入了内疚中，从此混吃等死，无所事事，成了一个老态龙钟、行动迟缓的老头。而公路上的一家人同样令人唏嘘，胖哥和妻子都变成了野人，每天除了去加油站里的便利店吃零食，就是在车上解决生理需求，所到之处都是一片狼藉。而小帅自从妹妹去世后，就一个人在公路边搭起了帐篷，每天在草原上溜达当锻炼身体，饿了就用罐头盒煮仙人掌吃，反正坚决不碰垃圾食品。这天，失联许久的胖哥找到了他，原来小帅的母亲去世了，两人就挖了个坑把他埋了。这时胖哥也快不行了，弥留之际，他对小帅说起了尘封已久的往事。当胖哥还是个小孩的时候，曾和朋友一起乘船，但船夫失手将朋友害死了。最后他就和船夫在水面上漂了整整35年。船夫死的时候告诉胖哥，千万别上一辆红色的轿车，因为船夫年轻的时候也曾和一个人在火车上待了35年。那个人临死前对他说别上一艘船，但他不听，最后被困在船上，然后失忆了。胖哥咽气前还在懊悔自己上了红色轿车，在公路上徘徊了35年。胖哥最后劝小帅千万别上那辆警车，不然他会立马失忆，陷入下一个循环。小帅当然听不懂，他匆匆埋完胖哥就往帐篷里走，结果真在半路上遇到了一辆警车。
他摸了摸车把手，又想起了胖哥的话，还是有些犹豫，就回去了。但是现在整条公路上只剩他一个活人。小帅翻了翻帐篷里的东西，感觉寂寞难耐，留在这里是死，出去也是死。不管了，他一把火烧掉了这个小家，然后头也不回地坐上了警车。刚上车他就失忆了，他换上了副驾上的警服，剪了头发，刮了胡子，立马执行了脑海里闪现的第一个任务，抓小偷。没错，小帅就是此刻躺在楼梯里的警察。临死前他想起了一切，于是苦口婆心地劝小偷弟弟千万不要进入电梯，不然你就会和我陷入又一个35年的循环。俗话说得好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此刻弟弟很纠结，一方面他不想一个人待在楼道里，毕竟都待了35年了，多憋屈啊。另一方面他又想起了警察死前的告诫，一旦进入电梯又会被困35年，心里瑟瑟发抖，不如自杀。他举起枪抵住喉咙，但怎么都下不去手。罢了，对未知的好奇最终战胜了恐惧。弟弟打开了电梯门，果然一解锁新地点，他就获得了新身份——电梯服务员。此时的他已经失忆，电梯里进来了一对新婚夫妻，他们停在了13楼。弟弟本想好好工作，但不知道抽了什么风，突然把人家的行李给摔了。小夫妻还来不及生气，因为一只蜜蜂偷袭了新郎，而他竟然对蜜蜂过敏。本来行李里装着的药物可以救他一命，却被弟弟给摔碎了。现在一切都晚了，那声熟悉的爆炸声又响起了。我们都知道，弟弟将和新娘困在原地整整35年。警察在死前还说过一句话，他们眼前看到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，但现实中的他们过得也相当惨淡。先说胖哥，公路事件之后，妹妹虽然没有死，但孩子们都开始疏远他，妻子也天天和他吵架，觉得他不靠谱。没过多久，胖哥就离婚了，开始了借酒消愁、自暴自弃的日子，最后在浴缸中自杀。而警察也过得难受，他发现老婆和隔壁老王搅和在了一起，一怒之下开枪崩了他，然后自己被关进监狱，无期徒刑，就和被关在封闭的楼道是一样的。其实这个故事并不难懂，我们平静的生活总是被一些小事所打破，比如警察失手开枪，胖哥弄碎药瓶，船夫误伤小孩，这些都是普通人无法预料到的意外，但他们确实发生了，并且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。人生还在继续，而我们却被后悔的情绪笼罩着，不断幻想能够回到过去，阻止意外的发生，然而无济于事，只能陷入长期的自我怀疑，如同置身一个封闭的循环空间。也许年轻时我们还能保持旺盛的精力和体力，与自身的负面情绪斗争，但当中年危机来临，渐渐长出白发，大多数人会逐渐认命，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，在绝望中等死。可是你我皆凡人，想要一辈子不犯错是不可能的，我们能做的唯有吃一堑长一智，把损失降到最小，不要重蹈覆辙。有时候学会放过自己也是一种美德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独立鱼，记得点赞关注，陪你看电影。